啊，高压电出来之后呢，咱们接下来看一下这块。那好，这边呢是高压正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边呢是高压正啊，这边是高压正。然后高压正呢，这边呢是高压负，因为这个是负啊，这是咱们的一个第一个模组，主负的第一个模组，这边是负，这边是负，这边是负啊，这边是负，能听懂吗？所以说这边正，这边负到这儿了。然后这两个呢，这块有个继电器，这块有个继电器，这个继电器一吸合的话，高压电就送出来了，高压电就送出来了，能听懂吗？把那个继电器拿一个，我来讲一下继电器，打上接触器，打上接触器啊，同学们打上接触器，打上接触器，相当于是这么个逻辑，相当于是这么个逻辑，来，相当于就是这么个逻辑，这是个电池。这是1号电池嘛，咱们数模组也是，这是主负，是吧？这是主负，对不对嘛？然后串联嘛，一负一正，一负一正，然后再串过来，是不是？一负一正，再串过来，是不是？一负一正，再串过来，一负一正，再串过来，一负一正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是主正，这是主正，这是主负。主正主负能理解吗？这个叫电池包的主负，这个叫电池包的主负，这个叫做电池包的主正。什么是主正主负？主正和主负就是我这个电池全部串联，我串联完了之后呢，我就会形成一个高压负，这个高压负就是主负，然后串联完了之后呢，我形成了个高压正，这叫主正。主正主负能理解吗？所以说咱们现在刚才所给大家说的这根线，这根这个连接片走啊走，从那儿走，我的手怎么走的你就怎么走嘛。注意看着，这是主负对不对？把灯打过来，走，从这儿走，走，然后这块有个螺丝，然后再走上来，这是主负，这是咱们的主负，没问题吧？这是咱们的主负。然后呢，这主负呢，主负从这边来，是不是？然后串联这些模组，模组串联完之后呢，它这个最后从最后的那个电池会出来一个主正，这主正从这过来的，主正从下面过来，然后呢到了这块，这是主正，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？也就是说，咱们现在量这个主正，还有量这个主负，量这个主正还是这个主负，咱们现在去量。量这个主正主负的电压的话，量这个主正，等一下，量这个主正和量这个主负，电压340伏，是不是？它就是所有的模组全部串联了，没问题吧？340伏的一个电压，对还不对？然后把维修开关拔掉，维修开关一拔掉的话，它就没有电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为什么维修开关拔掉它就没电了？维修开关的话，相当于是这个东西。相当于是这个东西，维修开关的话，相当于是这个东西，相当于我在这块放一个维修开关，明白了没有？当我一拔掉的话，所有的模组就不串联了，不串联了，你去量这个主正主负，它是没电压的，能听懂吗？所以说这个维修开关是连接串联高压，串联这个高压电的，能理解吗？当你把这个维修开关这么一拔，它就没有高压电了，能听懂了就打66。能听懂就打66，快！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，哪一块没听懂的可以提出来，哪一块没听懂的可以提出来。觉得老师讲的还行，能听明白的你就扣66，好吧？能整明白扣66，啊，好吧？行，啊行，那好，咱们接下来继续啊，接下来继续。那好，咱们来接着看啊。那这个听明白了之后呢，咱们这一块呢，咱们接下来要了解下一个东西，这就是这个玩意儿。这个玩意儿是继电器啊，那个外接电源拿过来，镜头过来吧，灯打过来，桌子都破成这个。继电器，把这个继电器，把凳子拿过来，拿个凳子，来看一下，这是咱们的一个继电器。学新能源一定要把继电器学会，学新能源混动一定要把这个接触器学会。这个接触器
这个接触器的话，记住了，这个接触器跟咱们的继电器是差不多的。你拿个锤子，继电器外接电源接上，上来是吧？我的天，这怎么摔成这个样子？我来扎吧，我来扎，来吧。首先呢，注意看着啊，没事。这是个接触器，我现在这是个好的，这一个接触器的话，大概200-300块钱啊，当然有贵的，有400-500的。我现在干嘛呢？砸一个哈，砸一个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呢干嘛呢？这里面呢是一个充的是一个氮气啊，氮气。这一砸的话容易敲开给你们学啊，不敲开的话你们很难懂的。注意看一下，哎我操，球这掉下来，哎，啊就这样吧，它是这么个逻辑啊，这么个逻辑，有2个接触点。哎呀，不应该把这个敲成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首先我给大家来聊一下啊。来把这个再敲开，再敲开，再敲。他没有敲成我心里面想的那个样子。好了，是这么个造型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们是这么个造型。然后呢，它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为了让你们把2个触点看清楚，所以呢，我把这个敲开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它是什么呢？你记住，低压控高压，同学们，这个叫低压控高压，它是12伏的电，这个线圈，这是个线圈，低压控高压，低压12伏的电控制高压电。然后呢，我现在给它夹一个负极，对不对？负极夹负极，来给老师夹一下，来，靠，夹不到吗？好，可以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是一个12伏，对不对？这边呢是一个12伏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说是注意看着啊，它下面呢有一个连接片，下面有一个接触片，有个弹簧把它拽着呢。你给它一通电，线圈产生磁场，磁场就会干嘛呢？磁场往上吸，就会让这个触点给接通。如果这边是刚才那个主负，你这样一吸，这个主负，拿画板拿过来，放了一个电池，对不对？这是咱们的里面那个电池，这是一个负，这是一个正，这是一个负，这是一个正，这是一个负。是这么个情况啊，我少画几个电池，好吧？咱们都说这是100伏，好吧？咱们都假设啊，假设都是100伏。咱们刚才说了，这块有个主负，对不对？主负到这儿，然后我串联，对不对？串联是吧？负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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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好不对？哎，我现在呢，我这个主负连接到这个螺丝上面，然后呢，这边这个呢连接到外面。这边呢还有一个继电器，对不对？它有一个主负继电器，一个主正继电器。然后呢，这个连接到咱们的电机控制器，能听懂吗？电机控制器啊，或者压缩机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呢，我现在呢 BMS 来控制这个继电器。来，谁点一下，在这点一下，能听懂吗？你看到没有？这2个触点，现在懂了没有？也就是说，我现在这个高压电怎么送出去？用这个继电器。我用这个继电器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这一头接的是电池包里面的主负，这一头呢是给外部高压电的，外部高压电通负极的，明白了没有？现在我只需要控制这个继电器来吸合，砰，这么一吸合，是吧？这个主负就导出去了。如果把它放在正极上面，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？我把这个东西放在正极上面，是不是这个螺丝接的是正，然后继电器一吸合，正极就给你送出去了。
所以说这块和这块有2个继电器，把你里面的电池包内部高压通过继电器吸合送到外部去，给用电器供电。我讲的大家能不能听明白？所以这个继电器听懂了没有？低压12伏的电来控制高压电，有没有听明白？这里面为什么封装呢？这里面是充的是氮气，氮气在吸合的时候它可以灭糊，因为你在接触的时候它会产生火花，把它封装起来，给它充点氮气，当你吸合的时候呢，干嘛呢？给你吸合的时候干嘛呢？可以灭糊。那这个继电器呢，经常会报一个官代码，报什么官代码？叫继电器粘连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什么叫继电器粘连呢？就是我没给你通电，你就一直通着，明白吗？继电器损坏有几个表现？继电器损坏有几个表现？第一，就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继电器的一个好坏，跟检查4角继电器是一样的。我没给你通电，你在这你一直通着，那是不是坏了？按理来说，我给你通电，你才能这2个拿完，是不是？就是正常情况下，咱们跟检查4角继电器是一样的。咱们汽油车的4角继电器大家都学过吧？是不是？大家都知道，你打在分析档位上面，爱坏吗？那肯定爱坏呀，这玩意儿也很爱坏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去量，哎，我给你不通电，你们2个不通，对不对？我给你通电，来通个电，给他通个电，我给他通一个电，是不是他就通了？断电他就不通了。来，再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。我给你不通电，你是不通的；我给你通电，你就通了，2个接头就通了。如果说是我没给你通电，你就一直通的，那也是坏的，是不是？我给你通了电，你不通，那也是坏的，能听懂吗？没毛病，扣66啊，没毛病，扣66。关于这个继电器，你整明白了就扣66，好吧？关于这个继电器，你整明白了就扣66。我讲的够明白吧？没明白，有的同学没明白嘛？我的天呐，这么简单还没明白，是不是？坏了什么故障现象？坏了后面会讲案例的，坏了会报故障代码，叫继电器粘连。继电器粘连，知道吗？坏了会报继电器粘连。主负，比如说他告诉你主负继电器粘连，主正继电器粘连，听到没有？主正或者主负继电器粘连，或者有的坏了他不报码，他会报预充失败，因为你这个闭合不了的话，预充是工作不了的。咱们现在你先不要说故障现象，咱们也不说故障代码，咱们就说这个东西在这块起什么作用？这个东西好坏怎么检测好坏？你怎么检测好坏？你学明白了就打66啊，听到没有？你学明白了就扣66就行了，好不好？能听懂吧？好了，咱们接下来在实车上面来聊一下啊，来吧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位置呢，大家来看一下，继电器粘连或者烧结，是的啊。怎么看出来主正主负呢？怎么看出来继电器在哪里？喇叭继电器原理，对，它和咱们的4角继电器原理是一样的。主正主负看模组就行了嘛，是不是嘛？你这是个继电器，这个继电器它连接过来，对不对？连接到这个负了，这个模组的负，连接过来，连接到这块了，那不是主负吗？这是整个电池包的模组的总负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是主正，你看模组就行了，哪个是主正，哪个是主负，区分它就看模组。你这个模组的这个极，这个负极是不是连接过来了？连接过来这个就是主负，听懂了吗？接下来呢，哎，这个连接片呢，把连接片拿过来，或者呢，你把连接片装一下。咱们现在学的第一个知识点，那就是高压电怎么送出去的，知道吧？高压电怎么送出去？你就装一个行了，装一个就装这个，就装一个。螺丝能不能装上？螺丝装一下吧。这样是这样的啊，是这么个逻辑，是这么个逻辑。来看一下啊，来镜头给我。12伏哪来的？12伏哪来？12伏低压蓄电池12伏了，12伏哪来的？12伏是从外面，咱们的车辆不是有12伏吗？看到没有？这块有个高压负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块有个高压负，这块呢有个高压正，你看到没有？有个加号，
然后呢这边呢是快充的，有一个负，这边是正，知道吗？左负右正，记住了，在咱们电池包的这个高压插头上面，它的排列方式一般是左负右正，打上左负右正，打上左负右正，左负右正啊，左负右正，所以说这边是负，这边是主负，这边是主正，这个叫什么？电池包外部高压，知道吗？经过了继电器就是个分割线，继电器以上的是内部高压，继电器吸合把电送出来叫外部高压，能理解吗？叫外部高压。所以说这块呢左负右正，那咱们这边呢是负，这边呢是咱们的一个负，对不对？这边是咱们的一个负，负极呢从这儿过来，是不是？从这儿过来，从这儿过来，然后呢再过来，然后呢再过来，再上来到这儿，是还不是？这个继电器一吸合，这个继电器一吸合，负极是不是就送出来了？这是咱们的整个模组的负，对不对？负极过来到达继电器这块，继电器砰这么一吸合，负极就和外部高压就连接了，和外部的负极就连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负分支了两路，一路分支到这儿，一路分支到这儿，明白了吗？有没有听明白？一路分支到这儿，有没有听明白？没问题吧？咱们接下来再看正极的话是直接从这儿过来的，这块有个继电器，这一块有个继电器，正极直接过来，对不对？正极直接过来到这块，是不是正极直接到这块？来，把正极那个连接片给它装一下，这个连接片给它连接起来。我来给你们画一下这个哈，我来给你们画一下这个我等一下会讲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来往这看啊，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呢，大家会发现它有两个插头，这一个叫快充，一个是慢充。明白了吗？然后呢，咱们会发现它有三个继电器，它是不是有三个继电器？同学们，它是不是有三个继电器？告诉我，它有三个继电器，是还不是？哎，怎么回事呢？我来给你们说一下啊，它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帮老师把画板拿一下，对，帮老师把画板拿一下。说这块有几个引线，说这个位置它到底怎么控制的？记住了。这是你学新能源混动、学新能源必学的一个知识，必学的。它是这么个逻辑，我来给你们说一下，它为什么有两个插头呢？两个插头的结构呢，一个是什么呢？首先呢，这是咱们的一个，这是咱们的电池包，对不对？这是咱们这个内部的一个主负，对吧？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主正，没问题吧？一个主负，一个主正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是连接了很多电池，对不对？连接了很多电池，是不是？啊，咱们就这么画一下啊，就这么画一下，一个正，一个负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两个继电器如果一闭合，是不是和外部的高压电就相连了？这是咱们的电机控制器，电机控制器，是还不是？你这个高压电，继电器内部有一个 BMS 电脑板会控制咱们这两个继电器，继电器一吸合，高压电就给你连接出来了，连接到电机控制器。然后呢，这边分支一路一正一负压缩机，这边分支一路一正一负车载充电机，对还不对？哎，电池包内部的高压就给你送到外面去了。这个过程，继电器吸合这个过程叫上电，打上主正主负继电器吸合，